前段时间呢，我们深度试驾了风云 T9，那台车的标签很明确，家用、舒适、豪华。而今天我们试驾它的大哥风云 T10，在家用、舒适、豪华的基础上，还多了2个关键词：旗舰和性能。看到我身后的场地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试驾场地来深度体验一下风云 T10 4擎4驱的性能，以及作为家用、舒适、豪华那一面，它又会有怎样的表现？ 第一个项目0百加速的挑战，其实这一台风云 T10呢，我们之前已经实测过了，在高电量的情况下，这台车0百加速最快可以做到4.9几秒。当然，今天是低电量的状态，就没法进行实测了。我们简单体验一下它的加速和制动性能。好了，我们出发，地板油，哇，可以啊。好，刹车，哇，可以啊。 整体表现还是可以，尤其是车身姿态控制的是比较好的，它的抬头和点头现象呢抑制的都比较到位。这个主要和风云 T10呢，它全系标配了 CDC 电磁悬架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进行第2个项目麋鹿测试。当然，今天因为场地的限制，我们麋鹿测试呢没法进行更高的时速，就是简单体验一下它的车身姿态控制的怎么样。好，出发。 感觉还可以啊，车身姿态控制的比较稳，侧倾呢也比较小，紧急变线的时候啊，车身响应的很快。交叉轴这个项目点呢，考察的性能还是比较多的。首先，你车辆的通过性怎么样？你的接近角、离去角如何？然后呢，就是你的4驱性能了，看电子限滑器介入的快不快，一般的越野路况能不能够应付得了。然后第3呢，就是车身刚性了，因为当你经过交叉轴的时候，是有一侧车轮是悬空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车身刚性够不够呢？我们来体验一下。 上坡，可以啊！哇！从场地实测来看呢，风云 T10 4驱版无论是动力性能，还是底盘、操稳以及4驱性能啊，都有着不错的表现。 第2呢，就是安全了。安全这个词呢，其实一直贯穿着奇瑞造车的始终啊。像之前的瑞虎系列，还有星途的瑶光系列，一直都有着陆地坦克的称号啊。耐撞够安全，那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白车身啊。这个就是风云 T10它的白车身啊，它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磐石车身，整车的高强度钢占比啊已经达到了85%了。奇瑞呢，那是该硬的地方硬，该软的地方软啊。硬的那一部分呢，就用来抵抗外部的冲击，而软的那一部分呢，就用来卸力啊。 这个才是奇瑞的看家本领，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奇瑞当然也舍得下本，比如说前面这块双防撞梁，这个在同级非常少见了。上面的这个前防撞梁啊，它是用到了木质性的结构，而且厚度也很厚，整体的覆盖率呢是领先同级的，而且还有6个吸能盒。下面的防撞梁为了防止行人的卷入，这个在同级真的是非常少见，也是非常舍得下本。 第2部分呢，就是家用舒适这一块。这个环节呢，我主要和大家聊几个点啊。首先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台风云 T10，它的对外放电功率达到了6.6千瓦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目前20万以内对外放电功率最大的新能源 SUV 了。目前主流的放电功率基本上都在3.3千瓦左右，高端一点的像唐 DM-i 对外放电功率也只有6千瓦。 更高的放电功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身后你可以同时承载更多电器的使用啊，在露营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一边烧水煮火锅，还可以看电影、听音乐，想想就很惬意。当然，这么多电器的使用，这么大的对外放电功率，也意味着你必须要有一台更大容量的动力电池。这台风云 T10它是搭载了34.46度的电池包啊，同级像唐 DM-i 只用到了21度的电池包。 多出来了这13度电啊，光成本就要大几千了。而对于消费者来说，更大容量的电池意味着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呢，有更多的放电的时间，更方便、更便捷。同时也意味着你的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。日常城市通勤呢，你完全就可以把它当做一台纯电 SUV 去使用了，可以给你节约一大笔的用车成本。 第3呢，就是这一台风云 T10它的空间舒适性能。我们今天拿到的这辆车啊，它是2+2+2的6座版本，前排调整到我合适的坐姿，然后后排呢还有1个人的乘坐空间。在这个前提下呢，我腿部第2排腿部的空间差不多有2拳3指左右的富余，头部呢有1拳多的空间，
这个空间表现在同级还算不错啊，但如果是5座的版本的话，第2排空间就更加的富裕了。另外就是这一台车的后备箱空间挺大的，我们上午也进行了实测啊，在放倒第3排的前提下，后排可以放置18个20英寸的登机箱啊，这个空间表现确实挺好的。然后这一辆车它的后排座椅配置也挺高的，给到了座椅的通风、加热功能，还有按摩，并且还有手动的遮阳帘。但是最让我惊喜的是这一台风云 T10，它的底盘质感坐起来相当的舒适啊。正好前面有一段烂路，我体验给大家看一下。既然说到了走烂路、走颠簸路啊，那就必须要夸一夸这台风云 T10全系标配的 CDC 电磁悬架。这一套悬架呢，可以预扫描前面的路况来调节悬架的软硬，让你更舒适、更平稳的去通过那些颠簸路啊。比如说，当我过一些小坑洼的时候啊，这套悬架呢，对于颠簸的过滤就相当的充分了，传递到车内啊，震动就已经很小了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就像穿着一双踩屎鞋一样啊。对于小颠簸的过滤呢，那是相当的充分，软乎乎的。但是当我过一些大的颠簸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车身有一点的抛跳和弹跳的时候呢，它的悬架又很有韧性，很有支撑性，它能够拉得住车身，不至于让你抛起来。所以这套悬架给我的感觉还是蛮高级的。风云 T10刚开始亮相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觉得这台车价格贵了，那我觉得就是消费者对于奇瑞的偏见，对于奇瑞品牌力的不认可。而当你真正的深度体验试驾过这台车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风云 T10值这个价，无论是看得见的地方还是看不见的地方。在看不见的地方呢，这台风云 T10它的磐石车身，85%的高强度钢占比，还有双防撞梁加6个吸能盒，给消费者带来更安全的乘车体验。而在看得见的地方，那就更多了，4秒级的0-100加速实力。全系标配 CDC 电磁悬架所带来的舒适的驾控体验，还有就是这一台车的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以上，整体的产品力都完全不负奇瑞的旗舰之名。